东欧这个春天很忙，却唯独不属于乌克兰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进行会面，最近被广泛的关注，尤其是前不久刚刚促成了沙伊和解的中国，是否会对波及全球的俄乌冲突带来新的变化，成了很多人关注和猜测的焦点。不过，在中国刚到莫斯科的第二天，日本却偷袭式的访问了基辅，让整个事情有了新的变化。从日本 NHK 广播协会的消息，岸田文雄提前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，临时赶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会晤。不知道基于什么理由，岸田文雄把专机留在了印度，而是选择乘坐民用包机飞往波兰，再乘坐火车抵达了基辅。坦率地说，一个国家领导人访问通常是外交领域的大事，双方哪怕关系不好，至少该有的外交礼仪和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，不至于像贼一样偷偷摸摸，这可能就是日本一贯的做派。大家知道，一个首相访问的事情搞得这么藏头露尾的，是不是有点过于掉价了？哪怕是冷战期间中美建交，尼克松总统也是走正常外交流程来的中国。虽然说目前俄乌冲突打得很激烈，但至少普京还没有干出直接打击他国领导人的事情。岸田文雄去基辅，生怕别人知道，连专机都不坐，改成民用包机，足以见得起心虚和理亏。我看网上不少人说，这个岸田文雄就是去打卡，因为日本是 G7 集团里唯一一个没有去过基辅的。我认为这个看法不算错，但也过于片面。不论如何，至少在时间点上，中国才和普京聊聊和平解决俄乌冲突，结果日本立刻偷袭式的方式访问了乌克兰，摆明了是给乌克兰供火的。不要忘了，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，对中国态度坚决的，除了美国，还有一个日本。某些程度上来说，试图借助中美博弈白热化，脱离战败国枷锁的日本，比美国更希望看到战争和混乱，做的事情也更绝更邪恶。说直白一点，中国和日本都在东欧抢时间。如果中国能够促成俄乌和平，那么整整1年下来，西方媒体的疯狂宣传，不论说是乌克兰如何坚决抵抗，还是抹黑俄罗斯如何入侵者嘴脸，这些舆论攻势都将成为中国影响力的垫脚石。日本这一趟都不用多想了，除了一些口头上的支持，大概率就是给美国带话，要警告中国云云，甚至可能直接就是人身的威胁。毕竟如果强制式来说，泽连斯基一家子人可能都在美国人的手上。说来也挺讽刺，乌克兰为西方付出了数十万的人命，大半个国土沦为废墟，常住人口直接对半砍，几乎就是一战亡国。可东欧这个忙碌的春天，可以属于俄罗斯，属于中国，属于美国和日本，却唯独不属于乌克兰自己。他的最大的敌人也不再是俄罗斯，反而是那些威胁其继续打下去，给其支援更多军事物资的北约集团。乌克兰的遭遇和处境，一方面来说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渗透的惨剧，另一方面来说，其实也是自己的咎由自取。这也证明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定力有多么的重要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